拜托，美国人连50个人的生命，美国的总统都不敢承担。川普的问题就变成他现在上马容易，军队都叫来，兄弟都叫来，大家都在那边就是要火拼了，对不对？那你突然不打，对，那这些来的人就说你开我玩笑。美国记者已经讲了，如果不打的话，这是平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威慑行动，成本是最高的一次，不打，可是呢？钱花的是最多的一次。今天的头条焦点，我们聚焦在中东的情势。先来特别要来关注到是德黑兰现在铁穹正式的成型了。今天也会来关注到细节项目，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的500套柳树，再加上伊朗自己的赛亚德3G会猎杀美军的战机。那么哈米尼已经交代好了，他的继任者会做全面的反攻。这场战事怎么发展？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深入关注。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也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特别来关心到了川普，他现在已经祭出了，包括2艘航母都压进到了伊朗的门口，另外再加上270架的战机随时待命。伊朗现在有什么底气不怕美军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势压境之下。再来，我们会关注到的是，有了俄罗斯的这一款这个监射飞弹柳树，再加上伊朗的最新的这个是赛亚德3G 的防御网。军事面，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之下，美军还能够像当年的贝尔格勒轰炸那样打吗？最后会来关注到哈米尼，他已经选好了他的继任者，再加上现在说代理人战争可能会从中东地区延伸到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真的敢动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深入的关心。好，本周我们就要关心到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在日内瓦这个地方会重启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谈判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是暗潮汹涌。尤其现在刚刚关注到了美军的动作，除了2艘航母之外，还有270架的战机都在待命。再加上我们来看到来自于美国的特使，他现在也说出了川普的压力哦。他认为川普现在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在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威胁下，到现在仍然可以不屈服。川普为此感到非常的纳闷。好，那么我们也来看到，那到底伊朗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到现在还是不屈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跟俄罗斯，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签署了一个军售协议，金额高达5亿欧元，并且这些武器会在3年内做交付。这当中细节来看到了，包括了500套柳树的这个防空的系统发射器，还有2500枚的监射飞弹。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自己也准备好了自己的飞弹系统，它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首次的实战的一个测试军演，那么还测试了它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赛亚德3G。今天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解析这一些武器哦，可以建构的是150公里的防御网，拦截目标包括了有战机、无人机，还有巡弋飞弹跟海上巡逻机等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看到了遏制的这款武器，再加上伊朗的这个3G 的萨亚德，对于美军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川普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下，还能像当年贝尔格勒大轰炸这样做，或者是说上次的午夜之锤这种快速打击，他敢做吗？干哥怎么看？好，所以说伊朗终究不是当年的贝尔格勒，也不会是最近才刚刚发生的委内瑞拉。为什么？那这一次哈，他从俄罗斯引进了500套柳树。柳树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就是官方的编号叫9M336啊，那它的前身是9M38、9M34啊，就是针式跟箭式监射防空飞弹。说穿了，这个柳树飞弹就是单兵带的，就是扛在肩膀上面。那你可以这样想，那这个它的射程范围的话，应该不高，对，它只有7到15公里的射程而已。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你知道吗？就是美国海军又贵又高的那种F-35，那个战斗机，你飞一点点，飞低一点点看看，你如果飞得太低的话，你就会被我的监射飞弹给打下来，而且你很难从红外线讯机上面去找到发射飞弹的这个士兵，这就是监射式飞弹的好处。那它继承了以前就像美国的相同的标准的那个飞弹，就是刺针飞弹，我们国军也有啊。
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它的性能范围都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10多公里的射程，有时候甚至到了面前，眼睛已经看到了才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就是最后的一个制止的手段。那但是这次要买那么多的话，我坦白讲一句，很多500套，对，500套发射器，然后再买2500枚飞弹，你知道那一枚飞弹多少钱吗？20万美金。那并不便宜啊，就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其实并不便宜。那所以说它也经过相当的改良。以前的肩射式防空飞弹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对付什么？你飞机发射出来的红外线讯号，它就去追那个热源，去追它。那现在它也可以发展到这个柳树飞弹，它可以主动找目标，主动去追目标，然后呢，它也不会受到另外的电子干扰。所以说，这一种飞弹，其实老实讲一句，是在这俄罗斯的部队里面最新的一种配备。那这次买了这么多，那我们就要讲说，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联队啊，舰载战斗机联队在侵入赫姆兹海峡之后，直奔德黑兰的这一路上的过程之中，它会不会遭受到像柳树飞弹的这样的拦截？因为从去年的那个12日战争，当时以色列跟美国联手破坏了，把伊斯法罕那个核子设施给打得稀巴烂。那个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帮忙啊，没有站出来说啊，我一定要赶快去帮伊朗一把或等等之类的。所以说，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交易之中，它也有一种好像是把去年没有答应伊朗的事情，今年这一次我悄悄的帮你完成一下，就是我偷偷帮你补齐了这一些这个防御措施。然后他们又在赫姆兹海峡首次展示了实战化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叫赛亚德3G。赛亚德3G其实就跟俄罗斯的那个就是舰上版的那个榛果树飞弹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它这次最大的意义是，它从伊朗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出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一般而言的话，你只能够发射1枚，再补1枚。现在我用垂直发射系统，我可以连续多发。对于美国的舰队入侵，那个空军力量的入侵，它能够连续齐发的话，是美国海军它必须要忌惮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那个俄罗斯这个赶快帮忙了，他部署了这批飞弹。对于伊朗而言是美国是对于伊朗而言是真的是及时雨，然后美国是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应付的。好，现在我们看到了，所以美国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协助。那其实川普现在考虑的事情，除了说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在军事上面压境之外，他其实考虑的还有包括干脆直接就斩首哈米尼父子，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快的。那现在来自于《纽约时报》也特别做揭露，说川普你是有想到这一招，但是确实哈米尼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已经指派他的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替军政高层建立了4层的继任的顺序哦，也就是说，哈米尼一旦出事的话，政权是能够被无缝接轨的。那现在其实呢，川普还有专家们也都在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斩首没有办法立刻达成的话，恐怕会激起的是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哦，把美军拖入在中东的泥淖当中。就算川普原本规划了2阶段的打击，恐怕都是无效的。介大使怎么解读？其实川普的剧本想法，其实你可以现在归纳起来，也不过看的就是6套。那么也没有，就是4套好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就分4套，分前2套跟后2套。前2套很简单，川普打的算盘就是说，他现在不断的军事集结施压，然后外交战场在施压，然后呢军事大军压境啊。他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什么？伊朗不战自溃。如果根本不要打你，你就自己就怎么讲？内部就怎么样？自己就怎么吵起来了？内部就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就取代了，然后一团乱局。那这是美国希望得到。另外一个呢，要不战自降，压力那么大，就跟美国这位这个特使讲说，奇怪了，压力那么大，怎么还没屈服？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人家不战自降。我压力军队放你旁边，你就自己准备投降吧，对不对？
这是他两个想法，这是如意算盘。到目前为止，两个都没有发生啊。那另外一套两个剧本呢，就是战而后溃。有的时候我出兵了，你就溃了，你就立刻怎么样？这个国防军跟这个革命卫队两个就干起来了，总统跟这个最高领袖两派人马也干起来了。一战的时候，两边就怎么吵起架来，不战而后溃。那另外一个呢是战而后降。我跟你打了以后，发觉不行，我就投降了。可是这两个最大差别，前两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面你要战而屈人之兵，对不对？那川普显然他不想战，因为昨天川普又出来解释了，因为美国的媒体就在那边说实话，我们不要，我还好你没有领用太多美国媒体通通在造谣，而且都是为自己目的在造谣。有一个媒体，自由派媒体说，这个战争川普非常想打，川普是主战派，可是美国军方他的最高的统帅也就是说参谋长的联席会议就明白跟他讲，这场战争不能打，那个后果很严重，不要打。结果这个报道一出来以后，川普一看又火了，又出来主持记者会，他说这个报道纯粹是胡说八道，我是属和派，那个军方是主战派，军方很想打，我是不想打，我是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我觉得还是以川普为准啦。川普不想打，那这个东西你战而后溃有可能，战而后败也有可能。可是你要战，你就刚刚讲起来，那个伊朗手上的东西，美国也要算算，你也准备死多少人啊？你是准备死500人，还是死1000人？拜托，美国人连50个人的生命，美国的总统都不敢承担。我跟你讲，这场战争最后就变成说，你为何而战，对不对？你为何而战？所以现在川普的问题就变成我觉得他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他现在上马容易，军队都叫来，兄弟都叫来，大家都在那边摩拳擦掌，准备要退了就是要火拼了，对不对？那你突然不打，对，那这些来的人就说你开我玩笑。那其他在那边吃瓜群众也在想说你又来了，你又他口了，对，所以上马很容易。现在川普最大问题怎么下马？那这个下马我们就看川普到底是什么，小打一下就跑呢，还是根本就找一个理由呢，就夹着尾巴就把军队送回去？美国记者已经讲了，美国媒体讲说，如果不打的话，这是平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威慑行动，成本是最高的一次，不打，可是呢，钱花的是最多的一次。好，现在川普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那反倒哈米尼都已经把他的4任的继任者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看起来是鱼死网破吗？那总编辑又怎么看？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大使讲的其实川普不想打，为什么？川普上来，我们都知道，他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复兴美国。那整天打仗对美国来讲，如果他亲自下海，他不止不能复兴美国，美国会进一步衰弱。当然，对川普来讲，最理想就是像俄乌战争这种形式代理人战争，他军工企业各方面能够割韭菜，但显然伊朗目前的形势并非如此也因此，我认为如果未来形势走下去，它会介于一个委内瑞拉还有去年12日战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形式。首先，就委内瑞拉类似的翻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川普大军集结，然后不断跟伊朗进行了好几波的谈判。那伊朗其实这一阵子压力很大，大家知道，伊朗几个月前政权不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好像有颜色革命这样的一个风波，主要是经济太差，特别是物价飙涨，让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因此，川普和这个伊朗其实谈就是，你这个核计划冻结或者拆除很多设备，你的弹道飞弹等等，进行一个紧缩，我可以放宽这个经济方面的制裁等等，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用这种方式。另外，我认为美国积极在做的就是类似委内瑞拉这种收买伊朗，甚至高价贿赂伊朗内部，不只是可能政治人物、
军事人物等等，他采用这种瓦解对方的方式，但这个需要时间，而且那对美国来讲，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状况，特别是这个川普有来自以色列的压力，也有来自他国内军方的压力，他能不能 hold 得住，把这个形势继续推展下去，让伊朗然后这个受不了，然后自己这个进行很多妥协。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以色列因为急于要摘除伊朗的核能力，因此这种开打的压力对伊朗是蛮大的。但如果真的开打，我认为伊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防御手段。毕竟，刚才这些防空系统对伊朗来讲，可能像去年12日战争，伊朗这些防空系统像筛子一样，不止以色列重要的战机、空中目标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它是单方面挨打，它唯一可以依靠就是弹道飞弹。会重演12日战争这种相互远程交火，但最后状况极可能是伊朗还是苦苦在那里硬撑，整个中东的形势事实上还是维持目前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都是继续拖下去。好，继续拖下去。那现在战事看起来其实也是一触即发的。那其实现在华府担心的事情，不只是在这个中东这边爆发这场战争，现在其实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现在华府也非常的担心会不会扩散从中东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包括伊朗这背后，它有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像是也门胡塞组织可能恢复在红海这边的攻击，或者是真主党，甚至可能动用的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一旦真的开打的话，美军将会付出长期分散而且不可预测的代价。那像这个又怎么看？那川普承受得起吗？代理人战争，我想主要是代理人战争就是造成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这个消耗战。那这个消耗呢，其实就会拖了很久。但你说代理人战争，我觉得在美国跟伊朗这当中有点微妙。要什么呢？其实因为真正的敌人互相对方是以色列跟伊朗。但是现在美国有点公亲变事主哦，就是美国变成以色列的代理人，所以它本质上还是有些微妙的，跟美国非要把伊朗怎么着这个部分的总的大战略目标，或对美国的真正最大利益，其实跟以色列不同。以色列就在这个中东的局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看，我始终认为，对于伊朗要不要动手，还是要回到在整个这个美伊或者是在中东当中，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军事要掌握的情报。这个以及当中要付出的代价，如同前面几位所提到，要花多少钱？我认为特别我们在思考美国，现在在讨论美国这件事情，其实不要讲从思考整个美国五角大厦，现在美国的就是100%就是川普的意志，跟过去说拜登时代当中有很多幕僚在互相决定、互相拉扯不太一样。川普在决定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川普作为一个顶流的商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要理解他，他很在乎钱的。他非常在乎花多少钱，花钱能够获得多少代价。白花钱这种事情他是不干的。所以你说现在没有说那么多部队在那个地方都在花钱没有错，但他有没有从其他的方式去获得？我认为现在是因为这个都不太明朗的是川普不确定他花了这个钱从哪里来，所以还在琢磨，而不是我那么认为说是这个政治当中的这些碰撞。而且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情报上、军事上也需要动态的评估。伊朗现在有个状况，他好像还是要跟你谈，没有像过去显现伊朗就不怕死。我们都知道敌人最可怕就是他是个不怕死的敌人，目前看起来伊朗好像也要在找一些缝隙要活下去，所以表示里头确实有一些磋商，无论针对钱跟情报的空间。我觉得现在还有包括美国自己本身的情绪也让川普很头痛。我唯一现在观察在意的是，川普有没有因为现在因为关税受到很大的挫折，在国内遇到还有 ICE 这些挫折，这个顶流的商人他可不是会硬吞啊，商人们都是我如果不爽，我一定要找个地方有出口。所以我现在唯一的我觉得在俄罗斯对不对，在整个伊朗状况当中，有没有可能是川普个人的情绪爆发的转移，而让他在所谓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思考当中有一点点落差？因此，真正的不是情绪，是川普的情绪。今天中东情势要带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到是哈米尼现在已经正式的坐镇在地下碉堡里面了，要指挥全面的作战。另外一头，今天会持续来关心到是美国的航母现在逐渐已经要杀进波斯湾了。另外一方面，还有战俘454枚已经上膛，而且川普喊话了，他说伊朗核武已经正式的离他造出来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美伊在这个摊牌时刻，我们今天会来关心是会美国先打贪伊朗，
还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会一起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伊朗现在正式的进入在全面作战了。刚刚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镇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实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这个藏飞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的量。那影子航空则是在这个天空呢，它走私各种的武器，所以现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还算蛮快的。另外就是核进度了，现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撑过美以的第一波打击吗？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美国的武器已经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号快要到波斯湾，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各种的战机，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准备好了。这是第一波就要打瘫伊朗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伊朗现在核武的进度，因为呢，川普在论坛上面已经直接最新放话，他说伊朗2个月内就可能拥有核武了。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干脆先下手，把核设施放在第一波打击就把它处理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谈了很久的林肯号现在已经快要正式的开进在波斯湾了，预估在数小时内就会杀进波斯湾。现在欧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报了，要求说，航空公司啊陆续宣布不要飞往以色列跟波斯湾的航线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说，美国的运输机跟空中加油机也都逐渐的抵达在中东地区了。赶快来看到现在 X 网上面特别列出了美军在中东的火力网，一系列的从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飞弹、它的巡弋飞弹到战机已经全面准备上膛。赶快来稍微盘点一下，包括林肯号搭载了6个战机的中队，并且有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大量的战斧飞弹。现在预估呢，战斧齐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这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可以高达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战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F-15、F-16，甚至还有 A-10攻击机。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现在喊说已经全面备战了。伊朗的方面则是准备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镇碉堡地下化之外，他们有武器的走私线跟核倒数。赶快来也列一下，伊朗现在全面备战做了哪一些准备？哈米尼现在已经在地下碉堡指挥作战，并且传出他已经在这个碉堡里面选好未来的接班人选，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种的准备，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盖好了这个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来储存飞弹、运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属民兵，更是向真主党来运送武器的重要路线。航空，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则是透过民用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规避各种的国际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种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资金，甚至到设备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盘点一下，现在哈米尼已经正式进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备战模式。而地下化，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藏兵这些飞弹、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发展，这种拖不垮的战争会不会让美国进入长期消耗战？那美国这次祭出的各种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战斧 F-35，是威吓还是准备开打？小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舰除了福特号，它现在还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这张表上，也就是尼米兹级的。那浅蓝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动态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在这个美国西岸的部分其实有动态的就是罗斯福号。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罗斯福号。罗斯福号它已经从圣地亚哥起航了。另外还有一艘，也就是布希号。布希号它原来的位置呢是在这一个诺福克，也就是美国东岸的部分，它也
他出海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或消息，我们都应该怀疑啊。例如说像这一个，罗斯福号或者以及布希号都是后备准备要进入到前往波斯湾的部分啊。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章呢，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啊，这个。林肯号它的一个400海里的一个作战半径，其实就已经接近了，那现在已经涵盖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讲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的向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这一个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啊，那这种装备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亚哥加西亚岛它都是这个。被这白墙啊，也就是白云密布，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啊。那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可能的动作，其实都跟去年的6月175月之锤的状况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可能它的打击的目标点以及它的一个攻势会更为强劲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林肯号。那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像这张图，它上面写的是艾森豪号，可是艾森豪号现在才刚刚出发而已，它要到达地中海还需要最起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应该也不是。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伯克级驱逐舰，因为原来在这个中央司令部辖下，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原来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为第1级的一个目标啊。是，那也就是其实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会面对这种打击了，这个已经大概这个图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哦。也就是 BBC 当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只截一张图啊，它是一望无际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体里面全部通通都是这些弹道飞弹。那另外他们还进行过校阅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面对这个伊朗可能的反击，就像当年5月之锤之后所遇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后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弹道飞弹。那这些弹道飞弹为什么后来对于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由铁穹，其实它有更厉害的，也就是大卫投石以及剑士2式、剑士3式，但是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1式是1000，剑士2式是1000公里啊。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2式或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至于说他们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可能是就是有关于地下核设施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上一次被攻击的纳塔斯的部分了。可是现在他们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范围的攻击的有效范围更深的，那也就是这一块啊。那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于动手，拿着一些就是伊朗内部的问题，然后就来做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遏制伊朗的这个核弹的一个研发。是，确实哦，川普已经说他预估2个月内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弹。针对刚刚的同样的问题，委员要怎么看？美国大军调动有威吓的成分，也有实际要进行攻击的计划。但是这里面啊，真正的关键是到底美国的情报灵不灵？如果美国情报很灵，它会很迅速的进行攻击，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国的情报不灵，那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情报灵不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些教士集团的领导人大概有30个人名单是在美国的铲除的名单上面，比如说哈米，你躲到哪里，你能不能知道？尽管他地下碉堡，美国有钻地炸弹有各种方式可以来进行攻击。如果没有办法把这30个教士集团的头目给铲除，那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存在。伊朗的问题就是教士集团贪污腐败跟动不动就是要恫吓其他国家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头目也有50几个人那为什么说这50几个革命卫队的头目加上30几个教士集团头目一铲除以后，伊朗就会风平浪静，回归正常，因为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而真正的什么？这个总统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这个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对，所以面对这个状况呢，美国除了说目标可能要攻击核设施，目标可能也要攻击他的导弹库，但更重要的是铲除这80个人才是他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且这80个人在伊朗的社会里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现在铲除是一个好时机。可是问题是你情报到底灵不灵像以色列在铲除真主党的时候，那情报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你现在能不能对伊朗有这么准确的打击力？如果有的话，美国就会很快的动手而且这个动手，中国、俄罗斯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中国、俄罗斯自己也知道，这个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已经到了满清末年了。是第一个你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你是外来人，第三个你透过回教去控制这个国家，反而大多数的伊朗人是被统治的只能选出一个没有权力的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是给这个美国很好的机会，只剩下看情报灵不灵而已。好，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领袖，还有导弹库跟核设施。尤其现在川普说了嘛，在2个月之内，伊朗就可以拥有核设施。所以美国会不会趁这一波的打击，首要目标就直接瞄准在伊朗的核武呢？还是有可能这个只是要打战的一个说法？杨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去年6月。应该是22号，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几个核设施，主要在3个地方，一个叫纳坦兹，这是最主要的核设施场；另外一个叫福尔多，也是一个核设施跟研究中心；还有呢，一个叫布什尔的核电站，进行用 B2 轰炸机，用 GBU-57的巨型炸弹，就是穿下去。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洞穿进去。那当然，第一时间川普宣布是一个大的胜利。虽然后来我们听到美国军方有一些说法，说好像没有真的铲除掉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综合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评估，那觉得这一次的轰炸对伊朗是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核武发展的重创，大概过去这15年来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制造核武的途径。那途径指的可能就是来源、设施、浓缩铀等等之类。那到底现在它还有没有核设施？我个人觉得应该某种程度还是有，还人员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没有意愿或者是这个时机点再去重启？其实应该被轰炸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思考到重启。这一阵子的内部的动荡会不会使得革命卫队
最高领袖想要再重启，我觉得只有加速，因为他们知道对他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因此，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讯息了，以色列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迹象。你人员的调动啊、物资的移送啊等等之类，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会说2个月，但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作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度跟细节决定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对川普而言呢，那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疑虑对一个像有核武准备的这种你的对手，你只能够用最宽松的角度来去做评估。你不要问太多的细节，因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做起来之后，那整个局势就改变。因此，现在他如果可能会打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针对核设施，要阻止你现在继续去发展，那这当然消灭这种未来的隐患。那第二个当然一种警告，但这个警告其实跟打击的第2种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设施，他会不会去打斩首？对，或者是军事设施，那这些作为跟打核设施一样，其实也在推动政权的改变，也就伊朗内部政权的改变，他不用地面部队，他用打核设施的名义，他用斩首的方式，然后推动伊朗内部的这种动荡，然后呢政权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保护美军的基地跟以色列，这个也就是说在针对核设施上面他的这个评估。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看当初去年6月22号。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可以说只能这样评估，打得不干净，对，一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呢，又有重启的可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因为现在呢，中东战事看起来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活鲜话题，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
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哈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
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他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好，同样问题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运输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个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啊，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
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哦，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啊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啊，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2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啊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投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要得到相反的效果。